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这是刚刚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这点过去是北京市少年宫。这火神庙原先是个饭馆，我爸我妈是在这饭馆结的婚。真的吗？今天还能看到银锭关山，倍儿清楚啊！燕京八景。您这什刹海地区的金牌导游啊！全世界最大的单体阅览室。这就是郭守敬郭先生，他打通了运河最后1公里吧。哎。哎呀，合影啊！哎，赶快！哎，别走啊！哎，补水到喽！喜逢大运，闪耀山河。本节目由茅台1935冠名播出。北京，元明清3朝数百年帝都，融汇了江南的温婉、中原的厚重与北方的雄浑，广袤大地的丰饶物资随波北上，大运河便是连接南北的黄金水道，滋养着这座古都的兴盛繁荣。走运团也和历史上无数的漕船和商民一样，把此次行程的终点放在了北京。闪耀吧大运河，走运团出发！宁波3江口的晨雾中，走运团启航北上，秋去冬来，由南到北，我们跨越江河，寻访今人。我们祖祖辈辈在这个运河边八字桥畔住了247年。哎呦，想象古人，也体验了一路的风土人情。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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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西北角老味儿煎饼果子，哎，我转行了，我跟你说，泡澡这个文化其实就给这个事儿的老是对，这个3566，20年，标布喊苍，让你彻底服气的那种活，对。但有喜欢起的修筑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的天哪！红土大地都是弯弯曲曲的。浙东地区这些人啊，其实几千年来一直在和水做斗争。它其实表达了是几千万人的共鸣，告诉你我们曾经存在。是真正的北宋的云鹤九霄。对对对，你站在大运河的时候，你更爱这种国家。历时3月，行程1300多公里，走运之旅终于迎来了完美终章。这是那燃灯塔，原来就属于看到这塔呀，基本就知道到北京城了。一支塔引任通州，走大运河线的话，就是应该从通州进京。走运团从通州进北京，第一站先来到燃灯塔旁的大光楼，通惠河的东端起点。哎呦，这谁呀？远远的，我看一下哈，我现在眼神不好，看不清是谁。师傅，快来 ！Hello， 久等了，又见面了。我们是江南2大才子，看出来了，这是唐伯虎和祝枝山。马老师又见面了，严老师，你们运气真好，赶上天儿特别不错。我们在天津老冷了。来，咱们看一下啊，五河交汇处就在这儿了，同志们。怎么一看就是4条河呢？哎，那是因为那儿有个岛，它给挡住了嘛。就这时候我们需要个热气球，你知道吗？就升起来都能看见了。那边往南吧，您就去天津了。所以从这儿开始那叫北运河了。所以你刚才各位就从那边来的。从那边划着船我们就来了啊。然后呢，这边是通惠河啊。这就进京了。哎，这条河就是从东
往西一直就到积水潭了啊，就是这条河。那边呢，虽然跟咱们这条北运河连着，但它不叫北运河，它其实叫温榆河，往顺义啊、昌平啊，就那边就去了。它其实属于大运河的水源河，就是它不走船，但是为了保证大运河的水足够多啊，它就从上游就带着水就过来了，它叫水源河。然后这边就有意思了，这边其实往那边去呀，还分成2条小岔河，但是被咱这岛给挡住了，所以您看不见。那2条小岔河呢，是后来咱们为了防洪啊修的条碱河，就是属于水多了我就把洪水排到大海里去啊，如果水少了我这上游的水源就得补水，所以就在这一个地方你就能看出很复杂的功能。咱们这个民族特别会搞水利，从大禹就开始搞，一直搞到现在啊。原来它其实就是这个漕粮进北京呢，这儿是北运河的终点，哎，然后呢就是在这儿要验粮啊，你这个粮食有没有路上有损耗，到底运了多少，到北京验完了之后盖个戳，哎，通过通惠河再进到北京城。但是通惠河呢，到了明朝之后呢，它走不了船了，于是他就在这儿卸货，在通州张家湾卸货，卸完货之后，通过陆路、牛车、马车呀，再给拉到北京城里头去。我是外地运过来的，你能验一下我吗？我可以进城吗？我是飘过来的，太平洋对岸运过来的，漂洋大海来看您啊。大光楼下曾经千万漕船停泊靠岸，这里是汇集天下的物流中心，沿运河而来的物资经由此处中转，撑起一座辉煌灿烂的北京城，才有了那连绵宫阙、殿宇威严。咱们看点这是不是得分个组、分个任务？快来，快来，快来！北京城沿一条中轴线对称展开，我们一行3人从前门大街出发，沿着中轴线一路向北。这段路对我来说可一点儿也不陌生。我们现在站在北京的中轴线上，刚申遗成功的北京中轴线，这是正阳门。今年正好是正阳门的当当车开通100周年，咱们第一项先坐一回当当车怎么样？好，当当车就是有轨电车。你看这2边都有，红的绿的，还挺好看。走，先上去。哎呦，哇，这么宽敞的吗？这车做的还挺复古，挺漂亮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北京来旅游啊！我是本趟车的讲解员，我叫严鹤翔。欢迎。北京是历史名城。没历史吧？原来北京的阿姨都这样，开窗户。对。来，到前面到，前面到，前面到，前面走，前面到了，走，关门，走了。太一样了。原来这一站是北京城最考汉语4级的地方。前门到了，请从后门下车。你原来听过那个吗？啊。然后人说：“那我前门都到，为什么我往后门去呢？”特别逗。哎呦，这是梗。现在我们就到了我们祖国的伟大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我上回上天安门广场还是99年，我参加国庆的翻花的活动。这25年了。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能在这个天安门广场附近坐回公共汽车，真的是当当车很多年，本世纪没有在这儿坐公共汽车。我天，一下就说到上个世纪。那时候回家天天坐5路，对，5路汽车基本就能把中轴线这个景点都能走一遍，然后一直到我们家。最挤的是哪站啊？最挤的就是现在到这站，叫天安门广场这一站。哦，一般前门那一站你能挤上去，这一站是绝挤不上去的。哦，因为上天安门玩全都在这。中轴线，我们又横跨了这一下中轴线。哎，那你看过那个升旗的那个仪式吗？那时候还能那什么呢？还能骑摩托车上长安街呢。我那还特意骑摩托车，
赶着升降旗点走到这儿看个降旗。北京最美的是这条街，下头一场雪的时候，灰墙灰瓦，然后雪一落，还有树。对。就是除了在长城或者在这边上，就是山里面的之外啊，你得到那个鼓楼上面往下看，是，然后你看到所有胡同啊什么，然后上面都是雪，然后跟那个灰那，一下就觉得穿越了。然后我从来没有觉得那么美的北海公园，北海在那白塔角楼，所以北京就是完全是融合建筑嘛，它既有你看有喇嘛教的建筑，也有中式的建筑。还有各种的建筑融合，就是这个位置真是东北亚的一个十字路口，是个分界点，是地理的分界点，就是东北亚，啊，去俄罗斯啊，去那个朝鲜呐，然后乃至从朝鲜半岛去日本呐，然后再去蒙古啊。我觉得这个挺合理的，但是问题是。那个时候他是怎么算？它就是一个中间的位置，他们是量了吗？哎，正好就是一个咽喉要地。对，而且北京这中轴线有一个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它整个这个北京城啊，其实是一个天象的映射。你像天上有3元，4象28星宿，那3元呢，前面有天市，就是前面是市场，中间呢是紫薇，就是最高的权力统治的地方。还有太微，太微就是前面的这种管理的机构，所以天上就是太微园、紫微园、天市园，就跟咱们这传统的皇城、前朝后市一毛一样。中国人自古以来天人合一的这种观念呀，就是天上的观念映射到地上，他就是把中国人这种理智对上天、对民众，然后这种秩序给画在这城里了，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玩的点，就是一个镜子。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是要用宇宙来解释的，这挺好玩。这点儿过去是北京市少年宫，我小时候学画画啊，学什么那个相声啊，都在这儿，都在这儿。对。前2天我那个朋友他也是走这儿，然后他就说：“哎，我也是在这儿，以前就是学画画的。”北京的小孩文艺全都这儿启蒙地。启蒙地啊，启蒙地，相声的种子在这儿萌发了。是少年宫，现在也恢复古建了，就。咱又回到这中轴线了。又回到中轴线了。啊，景山后街。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园林算是古代的皇家的园林。皇家的园林这一片呢，都属于所谓西苑。因为它在紫禁城西边嘛。静心斋，让我们先静一下心。哎呀，皇家园林的气势果然不一样。其实从金朝开始，这里就是一个离宫别馆，然后呢，元明清就正式的把这里作为皇家园林。后来那个，你看清朝皇帝在这边已经觉得不满足了，还要在更西边海淀那边，颐和园啊、圆明园啊，对不对？越造越多。哦，你看这个假山就这么多的石头，这个比苏州那个狮子林的石头还要多得多。气派不一样嘛，它格局、精神不一样。这么多石头，这个假山跟咱们大运河有什么联系？因为建筑呢，它需要的石料其实多种多样，像这种太湖石，那就必须得从江南运过来。包括苏州的金砖，你想连这个砖也都要在其他地方做好，然后再运到这边来。你苏州有做金砖的，然后临清有做金砖的，大量的东西都要从南边运过来的宫廷里的这些材料都是靠运输过来的，所以不是有句话叫“大运河飘来的北京城”我们其实在北京城随便找一找古建遗迹，到处都能看到那个通过大运河运来的东西。
其实从经济学的角度哈，其实活跃了整个经济啊。你运过来要有劳力，要去买材料，要有人来监工，对吧？劳动市场，整个经济会活起来啊。所以它除了说，当然是给皇家、给贵族、给有钱人去享受，也有它的功能。而且权力的符号啊。这是个皇家寺庙，看起来。寺庙也有皇家。哎，那当然了，这个寺庙存在的目的呢，就是为皇家祈福啊。哎，哦，九龙壁。因为北京城呢有一种极其强大的气场，因为它是首都，它甚至不只是光中国的首都，它在全球历史上都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你可以仰望它，然后向它，膜拜，向它学习，然后真的进入到北京自己的历史里面。哎，看那个很多鸭子站在冰上面。对，我刚才就看到了冻鸭。我这个水好清。这条。从那个积水潭过来，然后这个北海、中海其实是古代的河道，然后被活的改造成了园林景观。啊，这个就是那个歌里唱的那个白塔嘛。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来，一个一个来。倒映着美丽的白塔，段老师。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碧波白塔，绿树红墙，曾经的皇家禁苑，如今已是游人如织。其实运河也经历了同样的功能转换，从当年的运输干线变成了今天的文化遗产。它马上就要到这个中轴线上跟大运河最关键的一个交汇点啊，叫烤鸭店，不是叫万宁桥。没到那趴呢。万宁桥，我小时候叫后门桥。啊。我每回小时候坐5路汽车，就现在啊，此时此刻就是最激动的时候。为什么你知道吗？小时候北京那个公共汽车啊是2节儿，中间是弯的，对。所以一会儿啊，你们感受一下啊。过去只要过这个万宁桥后门桥的时候啊，颠一下，车尾巴会啪颠一下。那时候小孩就专门跑到那个中间后边坐啊，就为到万宁桥口这儿哐就颠一下。嘿，哎，你看，哎呀，现在这一点都不颠，这不颠了，都有新。现在路也好了。您这应该成为北京什刹海地区的金牌导游啊！是，要不您给录一回视频，就大家拿着您这个逛什刹海。谢谢师傅。谢谢师傅。当当簋街千年，曹波纵贯中轴，水陆经纬，共知燕京绵延。来，看到没？世界遗产的界庄在这儿呢。大运河。对呀，哎，这也有关系。这是大运河航运的终点，在元代的时候。这不是后海吗？历史上叫积水潭，比这大好多倍，然后船都运到这儿来卸货。其实现在你看见这么矮一桥洞，历史上这桥洞很大，然后呢，你像这个桥原来叫闸，澄清上闸，它底下是闸门，对，船过的时候要把那个桅杆放下来，它才能过来，对。从那儿往那儿还有段河道，有3个闸，澄清中闸、澄清下闸。而且因为我们一路看了好多大运河上这功夫啊，这个时候这个确实是雕刻最精美，是，这就是皇家皇城的这个，对。最生动的一个，最生动的。这有什么讲究吗？就是摸一摸有好运吗？那没有，它就是那个镇水兽，在什么坝上呀、闸上啊，都会有这镇水兽。郭守敬就是在忽必烈的时候，他把那个京杭这条线贯通了。这儿确实是那个时候，就是轴卢蔽日。说忽必烈就是回京啊，就是站在万宁桥上，看到这全书通了以后说的这个取的通惠河的名字，
取的就是通济大都，然后惠泽四海这个意思。啊，在历史上北京早就是国际大都市了。是啊，我问个问题，这个呢，就是明明是个湖，对吧？那为什么它叫什刹海？哦，或者后海？因为蒙古人管水。就是稍微大点的水就叫海子，都叫海子，他们叫海子。见水见的比较少嘛，对，都叫海子。他考证过积水潭这港是在这儿吗？还是说在西海？我以为是在西海。他其实从这儿桥啊，过了万宁桥过来，就算入了港了啊。就这个大湾就是停船的了。您看那儿就写着嘛，京杭运河积水潭港。走。京杭运河积水潭港碑记是这个碑吗？好，这个碑，这是碑记，那是一块碑啊。你就刚才问那问题，为什么中轴线定在这儿，跟这个水很有关系。因为它要找一个天然的水系放它的皇城。然后呢，据说万宁桥就是定位的位置。所以要是没这个水，它肯定也不会在这儿选。是，你们看中国古玩那些元杂剧，关汉卿那些剧本作家，也都是从这儿坐船，慢慢把杂剧又传到南方。这过去不光是商贾云集，很多作家、文艺，像咱们这个行业的人也都在这附近，因为是交通往来比较频繁。我真的特别想就是。回到那时候，再看一眼，就看一眼，是挺值得穿越的，真的。你到回到大都，你一看就是马可波罗的亲人。确实一看就是从意大利来的。其实我真的就是我妈就是意大利人，我真的是。你们家就是意大利裔的是吗？你们？我一半对，有渊源。所以马可波罗的老乡又来到了积水潭。对，咱们丝绸之路上发现了很多古罗马的金币啊！是真的是。那个时候的人呀，挺能走的。咱们老以为人家就走得很近，走不了那么远。但是其实据说成吉思汗当时把那个丘处机从中原给招过去，他老人家走了好几年，然后一直走到中亚才见到了成吉思汗。是吧？那时候其实真的这个世界挺辽阔的，敢走，愿意走。哦，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事儿，就是那个锦衣卫呀，不是会在这儿洗大象，你知道吧？就明朝的时候，他上朝啊，大象怎么可能啊？明朝的时候，他要牵着大象做仪仗啊，去上朝。大象也是在运河给运过来了吗？那他怎么办呢？他从印度赶过来了，真的。然后他就只能在这儿给大象洗澡，那也是一盛景儿。那古书上也有记载。有，真有。哎呀，这银锭桥上挤了这么多人。今天咱还真是天公作美。今天还能看到银锭关山，真有山啊，西山倍儿清楚啊。非常清楚，真漂亮，燕京八景。对，北京在冬天能有这个看银锭关山，真的非常难得，非常难得。今天这个空气可见度极高，这是。西山好漂亮，就这么偶遇了。原来我的中学在那边，恭王府。我的13中。你的人生各种起点都在这附近。我学校在恭王府。原来就是和珅。对，这边这个王府是溥仪他们家。醇亲王府在这边。然后呢，再往那边还有庆王府。对。然后呢，好像还有个摄政王马号也在这附近。对。然后名人故居更多了，宋庆龄过去坐那边。我第一个跟文物保护相关的讲解员工作，就是也是在那边，在郭沫若故居。我在学校的时候，那个郭沫若故居讲解员，当志愿者。对，那挺好的。好多北京的这些故事文化，其实都在这附近。然后老北京的一些，你听一些典籍，那些写小说也基本都在这儿。北京的所有电影在这儿取景取的是最多的。这已经到了烟袋斜街的路口这儿了。我觉得咱们在这儿可以。又在分道扬镳了。你有安排什么私密行程吗？我又给你安排了一个更重要的行程。No， 你也不要我了，就是每次都会把我拖到别人队里面，就肯定还有更好的。这样子，一定会有惊喜，有惊喜的。行，那我好好完成任务。拜拜，杨老师。拜。暂别了小虎，我们前往什刹海西海湿地公园。那里有一座会通祠。
纪念的是曾经主持设计了通惠河和北京城水系的郭守敬。哎呦，葛老师，你好，你好，哎呦，你好。哎呦，葛老好，葛老好。我是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我的生活这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大运河。这一次呢，我很高兴到这里来。一方面我知道的介绍给大家，但另一方面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就地重游，开开眼界。今天这个面貌跟当初来的时候，的确是大不相同。这正殿应该是最主要的展厅。对，要不咱们进去看看？看一看。哎，好。王仁之先生啊，他是北大的，对吧？对，他是专门研究郭守敬，特别是郭守敬跟北京城的关系。他甚至讲到，就是没有郭守敬，北京这个水源不解决的话，那么这首都的地位啊，很难维持，没法监督。对，100多万人在这生活。北京呢，一个要解决生活用水，航运的话需要的水更多，水量主要就是郭守敬去解决把西山那里的泉水怎么引过来。他就干嘛非得从昌平绕到西山再转个圈转到这里边？他主要有问题，因为这个地方比两边都低，所以它保持一定的海拔高度，那么但是又使它慢慢下降，这样才流过来。如果没有这一条渠的话，那绝对流不到这里，到这里最低地方好，像这一河就流掉了。这个很巧妙。那么当然，他本身是地理学家，他对地形地势这些都很熟悉。急坡缓降。北京本身水量已经不够了，夏天蒸发量大，还有呢，地下渗漏啊。如果不用这些闸的话，有的水量多就一下子都流下去了。那么郭守敬用闸呢控制流量，控制流缩啊。这好多闸现在还留着呢，还有遗迹。这地儿风景真不错。所以现在这一切，基础就是水。要是水量不足，没有这些风景了。是的。这水质还真不错啊。挺清的。在这玩的多嗨呀！这就是郭守敬郭先生。这雕像竖在这儿其实挺合适的，正好在这个纪念馆前头。正好是面向皇城嘛。整个海子是吧？另外是大家都在这里就知道，他对北京对这一带的贡献，其实是惠泽了这个城市。所以现在讲他打通了运河最后1公里嘛，对，这个时髦词儿打通最后1公里。要是没有他，那么运河的终点呢就不是在这里了。是的，就通州。那我估计是不是连都城的位置都不一定在这儿了？因为他得把漕粮运到都城的核心呢。所以当时他成功以那个船一直到些水潭，所以皇上很高兴啊。所以他因为看到了，在自己皇宫附近都是船就过来了。粮食运到了家门口，是吧？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我们现在呀，还讲究一个城市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这运河现在生态功能很重要。对呀。正是眼前的这位科学巨匠主持了引白福泉开通惠河的伟大工程，运河在他的主持下才得以延伸到北京城的中心地带，大运河得以南北贯通，畅流千年，靠的正是许多像郭守敬一样的智者与实干匠。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安徽会馆与大家会合。京华辉映会风云，雕梁画栋诉春秋。北京安徽会馆，这座始建于清同治8年的江淮文化地标，以3进9院的徽派格局，见证着南北文化的100年交融。大伙儿以前来过这个安徽会馆，小普来过吗？没呢。其实这种戏台只在那个电视里面看过。哎，小虎，你作为一个老外，你是怎么看这个我们这国粹京剧艺术的？我是真的觉得所有的这种表演类啊，什么唱演干什么的，然后歌剧什么，真的是觉得京剧是最高级的一个艺术，集大成者。
为什么呢？就是今天我在台上跟那个老师学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要不就学一个简单的吧？哎，可以。比如说我特别开心，或者说是我现在没有什么压力，那么我抖袖呢，那可能就是说，哎，秃噜下来就好了。你可以是，哎，对。比如说我要生气的话，就是他稍微使点劲儿，不高兴了，哎，表达我们情绪不满。有的时候水袖会做技巧，比如说这种水袖花什么的，水袖花就是说让这个水袖呢出花，也是一些比较基础的动作，他是唱、演、说、跳，还得就是翻跟头什么的，唱念做打翻，都得从小都得非常苛刻的去练，非常辛苦去练这个东西。没错。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难度。最早京剧，你得跟这个老师做什么，你就模仿。今天可能就是甩手一个动作。从地面然后练几十个小时，眼神都得练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也挺牛的，就是它是细节非常多，要求非常的高。到现在啊，我每次看到就是还有人愿意最好的年华，给到这个艺术，我就特别想告诉他们，特别崇拜，特别敬佩他们。就是我们所有这些艺术能走到现在，真的是因为很多人付出了他的一切。是一种生命投入，特别好，特别好。中国传统戏曲还有一个很动人的特点啊，有一句话说那个高度尊重观众的想象力。你可以说在观众眼里面没有什么道具背景啊。然后他们的做手，他们的拿一支棍啊，就说是马鞭。你要把自己想象力投到舞台上面，你就想象啊，今天这里是战场，死人无数啊。然后转个头，你可以想象那是一个闺房，谈情说爱啊，几个动作，然后2句话，完全把整个宇宙放在你眼前啊！哎，对，有人去谈中国传统戏曲，其中一个最精妙的地方啊，不仅是演的有功劳，观众也有功劳。你必须把你想象力投射进去啊，才能欣赏到啊，这个非常动人。其实北京好多地方呢，都直接或者间接的都跟运河有关的。是的，有些名字呢，一个跟水，一个跟水上来的东西。对吧？北京我知道以前有个胡同叫江米胡同，对，江米就是从运河运来，然后呢就有了这个地名。好像说焦民巷过去叫江米巷。对呀，东家民巷原来是江米巷。江米巷，后来因为外国使馆弄，那么就改成东交民巷。我看一本小学讲故事书，叫《北京的传说故事》，头一个就是讲北京这个特老的传说，叫什么？北京内9外7皇城4。9门8点1口钟。北京是里边内城有9个城门，那种9个城门呢，走的这个车是不一样的。德胜门、安定门走兵车，然后这个西直门走水车，就是西边有水。然后这个阜成门走煤车，就是东南角这2个门走的车跟运河都有关系。朝阳门走粮车。所以朝阳门的门洞里有一个麦穗儿，就是因为粮食是从运河来的。然后这个9门8点1口钟什么意思呢？这9个门啊，有8个门呢都打点，打点就是有一个牌的往上打，那是告诉该关城门了，开城门了。只有一个城门是敲钟，就是崇文门敲钟。崇文门敲钟这个据说也是跟运河有关系，就是因为钟的声比打点的声传的要远，就是东南运河是从东南过来的嘛。我想起我第一次来北京啊，说起来，你什么时候来的？18岁、19岁吧。19岁。所以40多年前哈，我跟着一个大学生团体啊，在香港，然后先去香港去广州，然后坐火车来北京，好像坐了30多个钟头。对，那广州过来，对，那个年代啊，80年代初。
然后呢睡在最上层啊，上铺。那个声音我到今天都记得，做人广播。同胞们，北京站到了，北京站到了，同胞们，旅客同志们，老师，对吧？反正我就记得北京站到了，哇，把我吓得从那边砰跳下来，掉下来了。那个时候你普通话听得懂了吧？啊，听懂了，不太懂吧？他们也很公道，他们也听不懂我的普通话，那不两耽误吗？之前来对我是旅游性的，后来对我是功能性的啊。现在文化性，只要你用心，总能找到一个角度来建立你跟这个城市的关系。当然，最大的感受还是要好好改进我的普通话，因为我很难期待你们改进你们的听力，对吧？我对你们的听力已经彻底失望，放弃了。我们有经历，听力哦，嗨啊，严老板。哦，问我有没有经历，我说我有经历，绝对是故意的。严老板，我怎么讲金片子？我含着一个，我有经历，很好，就这样。没关系，你就你这话，你回去香港把这个见闻跟他们讲讲，也就扩大了北京跟运河的影响了。对，也要带回去啊。哎呦，来，这什么情况？哇，这好。于老生，于老板。于老好，这个应该不用我介绍，扮上应该一听声大家都靠来。这是咱们著名的余派老生王佩瑜老师。好，我们请于老板您聊两句，您给我们说说我们这个走运团叫闪耀吧大运河。走运团？对。这走运团我也应该加入啊！欢迎！因为咱们京剧和运河的关系非常之密切，那呀，是吧？我给您捧哏，您站这个，我给您好。这个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大家都知道这个四大徽班进京，其实是除了四大徽班以外，全国各地有很多特别好的戏曲班社去到北京给乾隆皇帝庆生，这是重大的一个事情。到了北京以后，发现北京有这么多的学习、融合、竞争的机会，表演的机会。所以呢，50、60年、70、80年以后呢，京剧就在北京形成了。所以京剧和北京的关系和运河的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棒，谢谢于老板，谢谢谢大家，谢谢。好，巴拉得，走了。好。导演，
我的照片儿。你要上台了？我要跟他合影。哎呀，合影啊！哎，赶快！哎，别走啊！到后台照相去了，有粉丝了。欣赏完京剧，段老师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要去完成。任务的地点就在运河边上的一座特殊的院落里。就在这个运河边上，这可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图书馆。好像它有个全世界第一的什么名号，好像。单体阅览室。什么叫单体阅览？就是一个空间嘛，应该说的就是这个巨大的这个空间嘛。我们想象几万个人在坐在这里看书，那种壮观，对吧？特别有意思的应该是这么多人，他们看的都不是一样的书，每个人的脑子里其实想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个小世界。嗯，对对对，几万个小宇宙。哎呀，真是不错。今天这是周一闭馆哦，要不然这里应该是人很多很多的。我们想象人很多。大家好，来，他们都喊着马叔好。马叔，我都读过您的书，都在读你的书，蛮恐怖的。你想象几万人在拿着你的那个书在读。哦，这里是一个盘山公路。我的天啊！2个年轻人先走，我慢慢爬。感觉这是这个世界各国风土地理的书，对不对？这边肯定有跟运河有关的书吧？就在这个运河边上，是不是应该就在这一块呢？它是放在地理还是旅游？但是也许放在一块了。那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吗？大运河博物馆。哦，这都是运河的书。走进什刹海。啊，这个是什么？走进什刹海，这不就是严老板他们那一组干的事吗？哦，对啊，我有一次在图书馆还是书店，看到我的小说《龙头凤尾》，放在动物学，我没有夸张，动物学。龙头凤尾在动物学，那怎么都应该是在至少是在神话传说是吗？那种啊也对，档次高，应该专门设立一个专柜叫“神奇动物在哪里”，然后把马老师的书放进去。看看这边都是什么书啊？行者有疆啊，高山之巅。哎，这是旅游的书。哎，干嘛？什么？哎喂，这真的假的？来，瞻仰一下，瞻仰一下，赶紧。而且很残旧，应该被无数的读者借出来。很多人都喜欢借阅这一本。对，马老师，看看您的书都和谁放在一块儿？先看看您的邻居哈，胡适、老舍、梁实秋、鲁迅、周作人、周寿娟、萧红、老舍。哎呀，夫复何求啊！然后马家辉，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我们有任务在身上。我感觉是个大场面。对。感觉这个千军万马正在走来，很多人。哇！Hello， 哇！好，大家都做好了吗？你是做好了，哇！这种句句有回应，太好了。你是后南仓小学的是吧？这种句句有回应，太好了。然后你是黄振哥，你没有穿校服。段老师，别聊天了。哎呀，对。我们今天的正事儿是什么？段老师，不要交头接耳。你是不是打算跟我说这个？你怎么跟别人的小朋友做榜样呢？你上课还私自聊天？不好意思，对不起，老师，我错了啊，我错了。哎呀，好，段老师，我们今天的任务是什么？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大家聊一聊跟大运河有关的事儿。你们知道大运河是什么吗？都知道啊？那是从哪儿知道的？就是课上知道的呀。那问题是你们知道的多不多呢？多不多？咱们一会儿就能检验出来了。哎，今天咱们干什么呢？有一些题啊要请教大家。我先给同学们做一下介绍啊。这位是我们今天的主考官，他姓段，
叫段老师。大家好，小朋友好。如果答对题了的话，是有奖品的，而奖品是由谁来颁发呢？是由我们马老爷马老师啊。我们呢就是用这个公平公正的举手抢答的方式，好不好？好，都不说话了。3、2、1。我说实话，这位同学是最快的。对，我看着也是。好，来，这位同学，来，我们请你上来。好，来接受段老师的拷打。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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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先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后南仓小学3年级2班的杨景义。杨景义先生，你是哪个学校？你是哪个学校的？后南仓。你现在是代表后南仓小学3年级2班的荣誉而战，好不好？好的，杨先生准备好了吗？选一个题目。你自己决定，你自己选啊，你自己选。好，这个8，来，你来给大家念一念这个题是什么？在哪一段运河全长达82公里，是大运河中最长的连续人工水道？A. 杭州段，B. 苏州段。这个题大家会吗？会。他们都说会，你不会的话，你就你说会不会？苏州段。苏州段是吧？选 B。你确定你的答案是 B 吗？确定。确定。他答得对吗？对。你问别人，你不是主考官吗？对不对？他答对了。他答对了。答对了。真答对了。苏州段真的答对了。真的。等一下，刚才谁说他答错了？我看到了。好，因为我们的杨先生答对了，所以他现在可以在运河榜上留下他的姓名，请小杨同学来签名。杨景义，真不错，真不错。对，我们也给小杨同学一点掌声，好不好？鼓掌。作为全场的第一位勇士啊！对。好了，接下来就是下一个答题的机会了。3、2、1，好，来，大队长来。我大队长。来闹杠。来，介绍一下。我是北京市通州区黄城根小学的5年级3班杨泽林。杨泽林，好，又是一位杨同学。好的，你的同学们坐在哪里呢？那里。他们不动脑子。所以你为了宝贵的答题机会，作为学校的大队长，就跑到这里来了，背叛了自己的同学，到了这边。他不跟着我。来，准备好的话，我们准备举手。3、2、1，好，来，大队长来，给大家念出来。长相思，汴水流，白居易。唐。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口。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已楼。等一下，他背的对吗？对。这是怎么说的？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渡头。吴山点点愁。哎呀，你看看。果然好难呐，这个题，对不对？杨同学太遗憾了，哎呀，虽然你很聪明的抢到了答题的机会，哎呀，还是同样的规则啊，同样的规则，来，钱塘湖春行，白居易。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几处早莺争暖树。哎呀，果然是有高人。A、B， 说出你的选择。A。段老师，他的回答是正确的。好，恭喜。选什么 ？A。选 A。大家说答得对吗？京杭大运河开凿于什么时代？答对了。答对了。中国大运河分为哪3个部分？隋唐运河、浙东运河。这位同学的答案是京杭运河。京杭运河，段老师。还是对的。对。他答得对吗？对。答对了。答对。好。好，
恭喜这几位登榜我们运河榜的同学们，大家给他们一点掌声好不好？来吧，你选一个吧。期待成为奖品的是我们其实啊，奖品很多，我们就分一分吧。来分分。来，给你们来一个来，谢谢同学们，把掌声给自己。谢谢大家。好，同学们再见。好，我们去找他们吧。走了，走，太阳下山了。走运团行程至此已接近尾声，满怀回味与惜别，每个人啊都希望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哟，这是个王府啊，你看，嚯，集天地大观，得山水情趣，品世间三昧，悟意境真诠。真好。走走。嘿，烟霞放旷。哎呦，哎，我看见严老板的同时，也看见我自己了。哎呦，哎呦，我天！没想到，没想到。哎呀，这都是咱走过的瞬间呐！啊，看，咱们跟喜爱，咱们在看隋炀帝。对对对。看。哦，这是在那个苏州卖手持2把啊，吴王夫差剑，越王勾践剑，2把宝剑，像俩冰棍儿一样。我，哎，小虎、阿普、张老师，来，我这就是你们当年啊，不是当年，今年前几期的照片。你们这也太帅了，不是你们还都扮上了？扮上唐代的衣裳了啊！我们在洛阳，那也太羡慕了。哎，我就每次就觉得这个严老师这个就是少穿，这个喜欢露身材，好身材秀出来。您是给我们节目带来不少的这个亮点，非常不像劳动人民是吧？祥子在北京当祥子的愿望，在扬州当了祥子。啊！我像一流氓，这就是花脸型的，有没有？卖刀啊！啊，真正的宝刀，削金断义，削铁如泥，最重要的是杀人不见血。真帅啊，民国公子啊！哎，我们的那幅合照还是摆得太边缘了，就是嘛，主要是要放得太中间了，就太耀眼了，让他们自卑不好。对，要低调一点。网友说我们这照片好像老爸带着儿子去相亲。哎呦！哎呀！兄弟姐妹们！哎呦！张老师！哎呦，周老师！何老师！马老爷又来了，团圆大集合了是吧？大集合了！哎呦，这里都有照片了啊！你看看！哎呦，这张好，哪个？这张我要收藏。哪个？蹦起来的这张。你看。哎，对，这张能不能把肚子给我劈了？我天！这是什么意思？歇着。这个当时在拼图的时候，这个克祥已经倒下了。不是，这拼图吧？对，他们俩要不蹲着，要不坐着，要不就跪着，这仨动作我都来不了，我只能站着或者躺着。这有人在卷，有人在躺平。对，这照片应该给我们每人打个包，文件都发给我们，得留个纪念，太难得了。哎呦，开饭了，吃饭啊！赶紧动筷子，我们赶紧动。很好吃，不错，很好吃，好好吃。对，豆腐做的不错。咱走大运河这么一条道，吃了那么多好菜，最好吃的就是在淮安文楼吃的那个这么大的那个蟹黄汤包，纯蟹粉和蟹油做的，真不错。蟹黄汤包，在我这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对他们吃的那个最好，我作证。因为那一次呢，就是我跟
张家京老师还有上官喜爱，我们3个人拉纤的那一次。一位走，4了6了，张老师大把手啊，别看呐。好了。哎呀，丽姐。你们在拉纤，他们在吃汤包，他们在吃到整条运河最好吃的美食。哎，好心酸。我觉得最好吃，对我来说就是在天津，小君君做的煎饼果子。哎呀，他做了，我在旁边鼓掌打气。哎，不错，不错吧？哎呀，明明煎饼果子是咸的，可是我吃进嘴巴觉得很甜呢，太受不了了。然后还有我跟段老师在寿司湖啊，在那边我们坐船，然后吃那个点心，特别香。除了那个点心好吃啊，配合那个环境，寿司湖啦，24桥啦。那个感觉很好啊，吃那个3丁肉包，还有烧麦什么，比我在广东吃的那个不差啊，不差啊，不差，等了半天等来个不差，不行啊，我广东人不能说输给扬州烧麦啊，就是感谢，但是感谢的不多。就是我记忆最深刻的，主要还是在淮安，也是淮安。对，那个杨老板还记得中午有个吹萨克斯的，在那个洪泽湖边上吃那河鲜。对，它那个长条形的鱼丸，然后非常的 Q 弹。哇，这真好吃！太好吃了，真的好吃。能有 Q 弹那种感觉，就是鱼肉很新鲜，是不是？对。您这真是河鲜人家呀！里面做的东西我感觉原汁原味啊，就很好吃。是的。我其实到哪儿吃我都喜欢点扬州炒饭，觉得还是很地道，而且扬州炒饭很好点，它在各个菜系里头你几乎都能点到扬州炒饭，哪怕你去国外也能点到，而且它在每个地方吧都会衍生出自己的版本来。没错，所以它传播起来就更容易。我完全同意。来到扬州不吃扬州炒饭白来了，对不对？因为我在扬州那2天哈，就没有机会，没有安排上扬州炒饭。那我离开以前偷偷吃了一小碗，然后回到香港还写了一篇文章，表扬一下扬州炒饭，对啊，题目叫《扬州炒饭不差》。不差。我去年这时候在南美的时候，但是我们去中餐馆，最保底的是点扬州炒饭，对，起码它不会差到哪儿去。对，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真是这样。我说一个，它不一定是我最喜欢吃的，但一定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西湖醋鱼。哎，咱们大运河不有一站去杭州嘛？我们也去体验杭州当地的美食。我就说我要试一下这个西湖醋鱼到底是有多难吃，有多难吃。对。现在互联网上啊，其实有一种妖魔化这道菜，尝一下。说实话，有一点失望，竟然还不错。是我们低估了西湖醋鱼，再来5盘。所以这里啊，我想为西湖醋鱼正个名，真没那么难吃。咬碎个是豆汁儿，很有意思。它真的是豆汁儿哈。OK。我一看这颜色就是非常莫名其妙。好，这就是现在近年来这个中国几大菜系一个新的状况，好多旧法新做，确实更好了。我给你学老北京卖豆汁儿怎么吆喝，怎么样？好，来。哎，豆汁儿开锅，就是这么吆喝。哎呀，感觉我们卖豆腐也这么吆喝。豆腐
不差。咱们尝尝这个新派的鱼子酱焦圈配这个试管豆汁儿怎么样？啊！天爷呀，太可怕了！严老板先示范一下吧。来，示范一下。你看，这个严老板当年学化学课肯定非常的专业，化工大学毕业的嘛。对。我来两，先走一步，行，先走一步，一口来。是。哎呦，太可怕了！什么表情啊，这个！哎，别喷在我身上。哎呦，这个痛苦的表情太可怕！第一次见这样的吃播，真的厉害了。我看谁敢不吃。它鱼子的这个鲜好像确实遮一下原来的这个味儿，去掉了啊。它改良过了。来，让我们三壮士。来一个啊，来了，3、2、1，Go！哦，勇敢！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喝豆汁儿。啊，您这是第一回喝啊？怎么样？不怎么好喝。这个有味道吗？这个是绿豆汤的味道，尾韵有一点绿豆的味道。对。马老爷，那我先吃饱再说。豆汁是开胃的，开胃的，对，真的是开胃的。我要来了，准备好了，要摇一下了吗？可以，喝前摇一下，摇一摇。好，真喝，你可想好了啊？想好了。太吓人了。小段，我家里就交给你了。哦，可以，哦呦，可以，哦呦，哦，我，哦，可以，厉害，罢了，还品，这不是中药，你再来，真没啥味道。好喝。这样吧，哎，咱们做一个小游戏怎么样？啊，行，可以。这个签筒里面呢有4根签，每一根签上呢有一个关键词。根据你抽到这个关键词，谈一下你的感想。哦，就从小帅哥开始吧。雾啊，第一反应，铁狮子啊，庞然大物。最开始觉得看那铁狮子有一些沧桑，但是他们又那么坚毅地站在那里，你会觉得很厚重，很有力量。但是一些细节又让我觉得沧州这个地方又有不一样的一面。之前听说那个8极拳，你看那个电视里面，哇，好威猛的拳，如此外放、如此刚猛的拳，它其实讲究的仍然是向内的一种心境。所以我就感觉，我们那一次的旅程，所有老师对于沧州的印象，大家都认可2个词，就是细腻且雄壮。这就是铁狮子。哎，好，喝好，太好了。哎，我也抽到了雾。哎，又是雾。来，跟大运河相关的雾真是太多了。但是我想讲的这个雾，恰恰不是这些具体的雾，而是河水本身。我从小在大运河长大，所以跟河的情感好像就一直贯穿着这个前半生的这个时间。那么我觉得河水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启示是，你永远可以拿河水当一个镜子来照。就这个大运河1000年来流淌不息，它其实一直在倒影着、反射着河岸上的这些城市的变化兴衰。大运河它的最大的一个优点是，它并不是刻意去开凿的，它的技法是把已有的这些水系串联了起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因势利导的一种人类智慧，就是我们如果想做一件事情的话，除了自己要有强力以外，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利用大自然已经给你的这些资源。我觉得好像古今中外都有一种类似的智慧在提醒我们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物。说得好，好。
周老师把大运河上面体量最大的雾给说了，越到后面越难了。我在水里不跟你们争。情。哎呀，这个好哎，这个字好哎，一切都在茅台里，我干了。在洛阳的时候，基本上我们去的每一个地方，然后看到的每一个东西，它都是可以直接感觉到，就是很多人的故事。龙门石窟，我们看到一些特别大气的东西，但是它有很多非常普通的人。也许在当时，他就是一个普通的父亲啊、母亲啊，什么，就是一个思念自己爱的人。他说：“孩子，如果你感受到了，你的灵魂就回来看看吧，就回来看看吧。”哎呀，这个真的是。大运河就让我觉得我跟很多人就直接有了这个 connection， 共鸣吧，也可以这样说。说得好，令人感动啊！说得好，奖励一瓶。都没用，你就别再奖励我啊！我不要了，谢谢。继续抽签吧，哎，人，哎，哦。这次参加这个事情呢，有几个层面的人呢，我觉得就挺有感触的。几个层面？对，不，领导发言都是这样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古人的层面的这个白居易的了解呢，就是我这次呢感触是比较深的，因为有几个城市，都是跟这个白居易有关，这杭州啊、苏州啊，包括洛阳，而且我们也到那个洛阳的白墓前面白园里面也去朗诵过他的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呀！你看这个凡人之性，显德中必有所偏好，就是没有什么理想人格。对，幸甚，于何求？我的一生已经非常的幸运了，我没有什么其他的好苛求了。精彩啊，真的精彩啊，真的精彩。我还手抄了他的那个《长恨歌》啊，折了纸鹤作为他的一个礼物。第二个层面的人呢，就是沿途呢，其实有好多专家在背后支持了我。这些人他都是我非常感激的人。第三个呢，就是认识了在座的这一些这个朋友，扩展了很多这种眼界，而且也交流了很多不同的这种说话的方式。这种感触是一种就是跨出去走出安全区的一种感觉。谢谢。哎，你们说的，我知道了。张老师是把所有人都说完，让对方无人可说，无人可说。不会到我这儿了吧？到你了。成，就是作为一个做文物保护的人哈。希望可以让所有的去看这个节目的人，他切实的感受到运河的可爱之处，然后感受到每一个城市哈它独特的地方。像淮安青口枢纽，一个50平方公里的世界遗产区，其实非常需要关注哈。那是整个大运河上最具科技价值的一个节点，没有它这个世界遗产可能很危险的，因为它最核心的价值就在这儿。就我仍然希望，如果借助这样一个媒体的平台，能够去吸引大家讨论一些解决方案，或者讨论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希望它怎么成长得更好啊。谢谢。哎呀，真好。文老师，哎，抽一个。我也抽了个城。好。主要是洛阳开封嘛，我们去的是洛阳，这个城市让我非常难忘。最大的体验就是洛阳的这个中轴线啊，当时我们在那个应该是定鼎门上面，我跟严老板一上去就被一个沙盘所震撼。哇，这个沙盘好壮观！那个沙盘上刚好就是有这些名人的故宅，我当时就觉得我已经魂参隋唐了，我就感觉我自己如果有幸能够在这条街上，然后去见证一些历史事件，我觉得这个就满足了我在这一季的最大的期待。我觉得这个回忆也许可以伴随我一生，是我巨大的精神财富。好，是不是马老爷要亲自抽一下了啊？我全都要。抽了一个物。本来最希望抽到人哈，因为我经常都强调我是写小说的人，他对人的故事最感兴趣。有一个可能成为我新小说的主人翁，在扬州做了酒店，然后 check out 退房，
那一个女的服务员，清洁的，应该是保洁，就说：“哎，先生要走了，退房了。”是，我说：“谢谢你好。”我说：“哦不，是谢谢你。”我说：“哎，谢什么？”他说：“谢谢你来拍我们的河。”他用“我们”这2个字，我很感动啊。那我就想象他一定就是在运河边这个城市出生成长，可能甚至几十年来就在那个地方。然后河对他的意义跟重量是这么大，所以他在语言上面，他选择说：“谢谢你来拍我们的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肯定，还有盼望。我们把他所喜爱的、所认同的他们的运河带出去，给更多的人来知道了解。这句话我就记得很深啊。这句话当然也会写在我的未来的小说里面啊。到时候请大家支持一下啊！特别期待。就剩最后一个了呀。我是来弹琴的。其实我和严老板呢，我们走了一路，就是我俩是参与了全部的行程。是。这一路呢，这个真的是无数的瞬间。我忽然想起来，有一个瞬间我还从来没有分享过，可能是整个旅程当中，就是最触动我的一个瞬间。我们在那个杂技学校呢，最后我们跟孩子们已经互动完了，然后就带他们读书，然后我就让大家都围在我周围围坐一团。那其中有一对小姐妹，她们的名字我还记得，白雪莲、白雪凤。你叫什么名字？白雪莲。白雪什么？莲。白雪莲。你叫什么名字？白雪凤。白雪凤啊啊！那你和雪莲是一家的。是一家的是吧？她是姐姐是吧？然后你是妹妹，啊，你们是亲姐妹吗？啊，真不错，真不错。姐姐呢大概8、9岁。妹妹呢也就6、7岁的样子啊。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读什么书呢？就是那个《人类简史》的漫画版，我就有的没的就在一边说一边翻书。我说你看这个人呐，在这个先天条件上比不上很多动物呀，你跑也没有跑得多快，你也没有那个尖牙利爪啊。但是最后为什么是人类统治了这个世界呢？那因为我们人类会合作，人呢会互相支撑。我嘴里就继续说，但是呢，我就看见那个姐姐啊，隔着一个小朋友就伸出手抓住了她妹妹的手。哎呦，好感人。我们互动的时候啊，马老师有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大厅，那里也有一些小朋友在练。其中一个环节呢，就是有一些稍微大的孩子挂在上面的那个单杠上面。就是大一点的孩子呢，双腿挂在那个单杠上，然后呢，双手拽着下面这个小一点孩子的手在这里甩，就是在这里练嘛。其实就是下面这个孩子呢，能不能安全，能不能保持这个姿势，取决于上面这个孩子，就是他们2个的手如何在动。我忽然想起来，我们进那个房间的时候，就是那个姐姐挂在那个上面，她双手拽着她妹妹的手。在这里练，所以人和人之间的相互支撑呢，在这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性命攸关的东西，不是停留在嘴面上的一句漂亮话。对，她们当然是姐妹，有姐妹之情，可是当听到我说，因为人会互相支撑的时候，姐姐拉住了妹妹的手，就这一个瞬间，电光石火。扎心啊，段老师。段老师是个敏感的人。扎了，渣男。渣男。没有，就觉得他说话特别。扎了我心的男。扎心，太扎心了，太扎心了。哎，严老板，赶紧救场。我也说个情吧，我觉得到最后了，我觉得不说点感情的挺那啥。哎呦，有人抽到这个情，我说人啊，都有7情6欲。过去我们学说相声老说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然后我录完这节目，我突然感觉，其实从小到大，就我个人来讲，可能我在这条水系上，我这个7种感情我都有过。你说喜，我那时候说相声去天津，在天津德云社说完以后，从那天津老火车站上车往北京走的时候，那就说相声说美了，把观众逗乐了，那个喜悦的心情是非常开心，对于演员来讲太开心不过了。怒，我在积水潭小时候跟同学打过架。忧，我们我这回录这个节目到绍兴，
到杭州刚录头2期时候，我也很担忧，因为这是我说实话，我原来是个喜剧演员，这是我第一次做一个文化类节目，而且还给的分量非常重，我真的很担忧。一开始的时候，包括思考也是，咱们看那个王佩瑜老师录这个沙陀国，我坐在底下，我突然想到，哎呦，我从小听这个余派这个名戏沙陀国，这个李克用这个沙陀国，他这个李克用的他儿子后来李存勖，他后来把黄巢从长安又给消灭了。黄巢就是因为没占运河，黄巢要是当年把洛阳、开封这沿线运河要占了以后，可能就没准就失败不了了。我这带着我思考，孔，我小时候看《聊斋志异》，我看每一个故事，好多在运河边上，哪个是聊城的，哪个苏州的，哪个是扬州的，包括京也是。我当年我在宁波，我赶上过台风。我在那个老外滩那码头上，那个台风来了以后，那个水直接就漫在那老外滩上面，那吓死我了。然后我突然就感觉录完节目，我感觉我人的这种七情六欲，我在这条水脉上我都经历过。然后顿时我觉得运河这个东西，它其实它就活了。我顿时感觉到它的豁达，它的长远，它的那种立体，我就感觉到很有感触。说得太好了。咱们这个晚餐呢，还有一个最重头的环节，结账。不是，那您先去结一下吧。啊，您先结。我们有一个隆重的颁奖仪式。你看看，哎，还有奖啊！还有奖啊！我们作为这次颁奖嘉宾，我跟段尔强老师将分别颁出本次海摇吧大运河走运团的诸多项大奖。诸多，有请段老师再宣读第一个。哎呀，一般颁奖都有配乐，用我给您配乐吗？哎，您背那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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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哎，就可以了。每次出场，他的 OOTD 都是被严重夸赞的对象。OT 什么意思知道吗 ？OTD 是每日穿搭是吧？你看看，到底有洋人。我猜一个，马老师，不可能。马老师作为这个九龙男模的这个名号，九龙男模，我觉得能够担当得起 OOTD， 成为九龙乡的香草。我是香港新界九龙男模都是我，去到扬州男模、沧州男模都是我。继续啊，身高180。那就不是我啦，腿长2米，他是走运团里的腿精。哎呦，180这位吧。我先说，我没有1.8米。哎，你说是不是咱俩？不可能，咱俩接一块儿也没有2米的腿，您放心。还有啊，初次相遇。他就横冲直撞的撞肩膀，让人都以为他是被专业耽误的摇滚歌手。这咱也猜不着，对吧？是我。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祝贺张嘉京老师荣获书系男神奖。哎呦，书系男神。书系男神奖，看一下啊！你看这有奖杯，来，不是，可以。不，这个 OOTD 的这个东西可能确实是这个天赋吧，没办法。身高180呢，其实准确的说，我好像长到181了，又长了。对，因为我前段时间量好像我还长了1公分，不知道为什么。就参加走运团之后现长的。腿长2米呢，就看怎么量的。被专业耽误的摇滚歌手。不是点评获奖词。我知道，可能就是因为我这个加入我们这个走运团呢，确实也给大家带来了一点乐趣啊，就是也可能就是也会展现了不一样的建筑师的形象。大家对建筑师一种有色眼镜误解的一种形象。其实建筑师有很多种，包括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很多种，而且我也希望能在这样的一个活动中呢，吸取一些营养，滋养我们的建筑设计。因为建筑设计毕竟是一个更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职业，我会继续努力的做一个好的建筑师。好，谢谢。哎，鼓掌！
好，那我来宣布下一个奖项。他有时一出场，高冷学霸的气息席卷而来。高冷学霸，有时温柔浪漫，又带有中二的感觉。有时悠然中带着沉稳，活脱脱像一位长者。第一次吃西湖醋鱼的时候，像小时候得到了新玩具，跟小朋友互动时也比他们还天真快乐。是不是都猜到了？这些外表的我早一看就是。这些外表的背后，是因为有一颗充满少年朝气与童真活力的内心，是有颜值、有温度，也有一直不断努力向上 up 的阿普。让我们祝蒲一星老师获得外酥里嫩奖。好。其实，在严老板念我的我的这个颁奖词的时候，我是有一些小小的失落的。因为前面的颁奖词高冷学霸的气息，温柔浪漫带有中二感，悠然中带有着沉稳，活脱脱像一位长者。说到这里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反应过来，有可能是我。没有，完全没有。我也没有，我以为是我。马老师每一个都以为是他自己，没知道西湖醋鱼的出现，大家终于反应过来了。谢谢西湖醋鱼，挺好吃的啊。然后如果之后还有跟各位老师们一起在做文化类的节目，或者就是我们大运河的第2季，我们再去探索更多的美食。好，把更多美食背后的文化、美食背后的小故事带给大家。外酥里嫩奖，谢谢。好，太好了。接下来大家猜是谁啊？一张嘴就是哇塞 ，Oh my God， 最佳 reaction 就是他。从天津到北京，怀着对大运河的一点点了解，小嘴儿不停叭叭讲。他就是包不冷场的现场气氛制造者，运河知识了如指掌，运河故事娓娓道来，孜孜不倦的科普大运河全方位价值。那到这个位置，那就基本上就什么小嘴叭叭叭，叭叭叭，什么最佳 reaction， 什么哇塞。你张锦老师的眼神想逗我，他在气我了。让我们以最热烈掌声祝贺张锦老师获得京津乐道奖。好嘛，我现在明白了，如果张锦老师早参加几集呢，你就不是我最崇拜的历史学家了。对。哦天哪！来张老师。来，祝贺您！我感谢啊！这个写的真的是特别好，这是谐音梗啊，京津乐道。哇塞！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哇 ！Oh my god， 太可爱了！哇塞！你看人家这个，哇，好时髦啊 ！Oh my god！咱们这段运河吧，它从唐宋时期就有这条河了。杨柳青这个镇呢，应该是唐宋就慢慢聚集成镇。五河交汇处就在这儿，这儿是北运，京杭运河就是在忽必烈的时候。就咱们现在就站在这北运河、南运河，然后汇在一起，通过海河，进入到这入海了。就是因为从这儿开始才分南北运河了嘛，是这么个情况。希望咱们那个再接再厉啊！然后我也希望跟大家多吃点美食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了，一定会，一定会。谢谢张老师。他是国风唱腔最有范儿的美国歌手。你这么一说，这是谁就知道了。这是谁呀？这猜不到啊，这根本猜不到，太有悬念了。也是英文表达最流利的北京虎妞，明月万年，照见古今。她从不虚度青春，她学习中国文化的真心坚如磐石。她就是与江南第一才子唐伯虎同名的美籍才女唐伯虎。啊！居然是她，竟然是她！完全没想到，完全没想到，没想到。Oh my god！ Annie， 后面还有一个 Annie 呢。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祝贺唐伯虎女士荣获，请给我讲一讲。请给我讲一讲。
什么叫请给我讲一讲？讲一讲。唐老师讲一讲。讲一讲。请给我讲一讲，这个讲怎么讲呢？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说一个特别奇怪的一件事情。我有一个可能没有用的问题，我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我问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去盖这个北京城？为什么有的这些佛像是闭着眼睛，为什么有的是睁着眼睛？特别开心，我觉得这个很可爱。然后非常感谢每一位老师啊，就是对我的这个包容，感谢大家就是对我的耐心，没有揍我啊。什么？希望还会有机会见面，再见。再见了，再见。再见，那就再见。请给我讲一讲的获得者讲一讲以后，我们真觉得请给我讲一讲的获得者充分能荣获的这个奖。哎，行吧，我配吗我？讲得太好了啊！好，讲得太好了。哎呀，目标越来越少了啊！哎，但我没有啊，等不及了。都会有的。不一定啊，不一定啊。他拥有超绝透视目光，透视，总能透过现象看本质，透过土层看到骨头。啊，这个包袱抖得太早了。对呀，没得挑战。面对运河沿岸真正的历史，他总是温文尔雅地问道：“能不能把遗骸送到我那里去啊？”我天！让我们用最提神的掌声祝贺文少卿老师获得最直达 DNA 深处奖。哎呀，厉害！来，文老师，来，哎，咔嚓，来，换闪光灯。我把宇文泰的第4个儿子，就是宇文邕，我把他的面貌啊给复原了。这个其实他们做一做就知道了，就是根据他的这个脚印啊，去判定他的大概的年纪，对，年龄、性别，然后包括体重啊。对这个马取不同的部位，测它的同位素，看它吃什么，知道它的几个性状，它是什么马的品系，可以知道它的毛色。然后你可以最后做一个3D 还原。对，我可以把它整个复原出来。我们可以在不同的层位啊去采它的泥土，一个是做它的物理化学性质，鉴定它是咸水淡水。另外我们还可以做它是流水还是静水。我参加这个活动呢，我跟小虎的感觉是一样的，我们是来体验的。我的收获是我充分的体验到了，我并不是最擅长看到 DNA， 我觉得我最擅长的是看到人的最内心的那个最柔软的地方，因为我喜欢去从这个视角跟别人共情，我把我的每一个工作都能转化为大众能听懂，而且能共情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我希望能够把这句换一下，就是最直达运河深处奖。运河深处啊。因为我们这次看的是什么？是人河嘛？运河在我的眼里是人河，所以我希望运河就像一个人，我能够看到运河的 DNA。那我就最开心了，改成最佳运 NA 奖。运 NA， 也只有艺术生能想出这种词儿。哎呀，还没到我。我知道一定是还找不到足够的夸奖词给我，是吧？不是。等一下，有个300页的书拿上来，那个就是发给你的奖。他是扬州本地文化的传播者。哎呀，你们后面一句话就出来了。用生动的故事和独特的视角，让古老的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让每一位走运团成员都深刻体会到了扬州人民的热情、好客与深情厚谊。作为扬州的东道主，拿出满满的诚意。韩老师，直接来，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带领走运团成员水灵灵、红扑扑，火速拉近了走运团成员们的距离。
好手艺，好手艺。火速了，完成了从初见面到亲密无间的关系转变。他就是最赤诚相见的周奎老师。哦，恭喜他获得最坦诚相见奖。谢谢。那3个在一个屋刚脱的。哎呦，真的。你们两个不是赤膊就是。我们那3个在一个屋刚脱的时候呢，我就说了，好像我们还没有那么熟吧。洗完澡之后就觉得，哎呦，大家好熟。哎呀，见面半天就赤诚相见了。首先感谢优酷 TV 还有茅台 MTV 的颁的奖。这次能跟几位不是特别熟的朋友，虽然已经是惺惺相惜很久，但是也是刚第一次见面就被迫强迫社交，对于我一个 I 人来讲，确实很大的难度啊。但是呢，我觉得经过那么水烫一烫的我们的关系，马上就烫熟了，也非常开心能够跟各位走进堂的老师在扬州体会到这个纯正的扬州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和大家赤诚相见，赤膊上阵啊！谢谢。好。所以运河边上要多修澡堂子。还有一个，现在越来越小了啊！我看看啊，好吧，来，他是运河上的神秘人物，比过舞，钻过圈，说评书，学方言，样样都想学，学完就放弃。我不行啊！对于他来说，世上无难事，得看什么事。1块钱的矿泉水瓶他拧不开，20斤的大石锁他说拎就拎。哎呀，哎，不错。食指从不沾阳春水，比脸大的煎饼他说摊就摊。只因为旁边站着小君君，带着一口港普大喊：“我又圆梦了！”他就是湾仔之狼马老爷，恭喜马老爷获得最佳圆梦奖。谢谢，来。马老爷，来，哎呀，真的是圆梦。哎，不错，我的一小步就是人类的一大步，有冒险精神，我是蛮高兴的。针对我最弱的部分，哎，不容易了。给他取个名字吧，家辉吧。哎，这个台词应该是我的，君小。来，圆梦当然是快乐的事，做了很多以前没想到会做的事哈。可是圆梦往往你圆了一些梦，总会有更大的梦在前面哈，那就不断去追求，那个也是人生的动力，好不好？谢谢您的颁奖词啊！我刚很辛苦，因为要保持谦虚是很难过的事，很难过的。好，谢谢。那我颁下一个啊。好嘞，这还有什么悬念？他是本季走运团中最佳船歌，没有他登不上的船，也是本季走运团里最潮包歌。包有运河古地图的，来看，更是本季走运团里最暖的金歌，金句频出，暖暖的很贴心。他强有劲儿的历史知识储备，但很谦卑。他强有趣的性格，可爱亲和又妩媚。妩媚。他强有力的观察，细腻体贴且入微，请大声喊出你要的强来了奖！本强他就是运河之上一段更比一段强的段志强老师。一段更比一段强。哎呀，谢，哎呀，谢谢。天下路程。这是过去的这个旅行指南书，南宋临安城的复原地图。这是虎丘，这是山塘街。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地要来玩，去里远众。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千里长河一旦开，王随波浪9天来。
哦，是你在说话吗，小麦穗儿？哎呀，这个词儿呢，念到后半段我啥都听不见了啊！我已经被这么浓厚的赞美冲昏头脑了。你这就结束了吗？后面不是那还有20页呢吗？啊，好，我就说这念不下来了。出北京德胜门不是这个。哎呀，这个太开心了。我呢从来没想过能有机会走这么一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天下也没有散了就不能聚的宴席。我们第2季再见。好。那完了。哎呀，没了，散了，结束了，没有了。哎呦，怎么这样？这帮人怎么这样？没有了。各回各家。哎呦，心头怎么这样？科长干嘛 ？ending 了，没事，走了。来吧，坐稳了吧，严老板。他不仅是运河之子，还是被综艺之神眷顾的男人。丢个垃圾，把盖儿飞进了江里。哎呦，坏了！划个船，屁股卡在了闸上。哎呦搁浅了，是因为我太胖了吗？通个关，文牒不知道丢在了哪儿。但是我有一个代替我的通关文牒。梆，这怎么让您吃一块是怎么回事？这个没有哦，嚼子没了，我天！解密想不出来，先躺平睡一觉再说。哎呦，我就烦玩这种东西。每当这样的时刻，他总是安慰自己的队友：“没事的。”具备超绝松弛感特质，处事不惊，淡然对之，特此颁发“没事的奖”，掌声祝贺严鹤翔。没事的。没事，这个奖没事，来握手。哎呀，没事，咔，好，咔。谢谢大家，给我一个没事的奖。这个算这个奖呢，我感觉就是确实不像那么回事，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对我没事的。谢谢大家，我觉得这个节目让我觉得最开心的，真是认识了好多各行各业的专家和朋友们，这是我最开心的事儿。谢谢大家。咱们这个走运团12个城市的走运之旅，带我们感受了大运河所赋予的美学追求、文化自信和生态的和谐。我觉得也见证了茅台1935对文化的探索和追求。这一路我最开心的是跟各种运河故事喜相逢。大运河2500多年历史我们的旅程只是短短一瞬间，但是呢，我相信运河上的故事还将持续下去。那么我们走运团以后一定要多多相聚，到时候呢，我们再带上茅台1935来庆贺人生每一件喜事。好。我们沈阳吧大运河这个节目也是确实接近尾声了。今天只是来了我们走运团员的一部分成员，还有很多团员因为工作的原因还在自个儿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呢，今天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就是我们这回走运团大轴的嘉宾，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葛劲雄葛老。我们掌声欢迎。葛老师，哎呀，葛老师，葛老你好，来，我们，来，葛老师，来，您坐，微博给您安排上了，是吧？哎呀，谢谢，哎呀，喜气洋洋，这是沾沾喜气。既然葛老来了，我们就把这个奖项还要隆重的颁给葛老。到底给我什么奖？在走运团中，他德高望重，却不失风趣可爱。旅途中，他虽满头鹤发，依旧能健步如飞。茶桌上，他口若悬河，知识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我也不敢当。他在走运之旅中，大轴出场。
大轴，哎呦，是走运团的定海神针，它只出现一次，却能让大家稳稳的很安心。他就是葛剑雄老师，恭喜他荣获一战成名奖。哎呀！嘿嘿，一战成名奖。哦，这样，一战成名。一战成名。其实我真想从头跟你们走到尾。哎，运河，它当然是条河流，但它里边有传说，有故事。我今天觉得最幸运的是，我们跟一些人共度了一段有温度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它既是现在此刻的，又是遥远的历史的，它是这条河的记忆。我觉得这是我们走运的地方。凌晨4点钟，没有人的西湖，我在西湖的桥上自己跳了一段舞蹈。昆曲和评弹，一直是我想把它搬到我的作品当中去的。通过这样一次旅行，我觉得，不管是对我的这个衣着上面的一些灵感，还有音乐上的一些灵感，甚至是舞蹈上的一些灵感，都有很强烈的这种冲击。我回自己老家，啥玩意儿都第一次体验。哇，严老师，那个元素挺重要的，既有严肃的一面，又有松弛的一面。八极拳讲的是什么呀？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沧州对我来说是雄壮且细腻，把《史经》传下去。李白写的壮观，壮观不一定是山水，也是人文哦。我觉得济宁就是吃过见过，他只要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千古传颂。这次在这儿让我真是大开眼界，从来没想到它的整个工程的水准是如此之高。然后在这边又见到好多的那些特别可爱的济宁人，就是超乎我之前的预期的。咱看看想什么免单，咱就都塞进去，然后物质丰富，精神层面才能美丽。今天去，相当于我自己完成了一次我对14年前的这个回忆的这个重建。我可能闻到、听到，然后眼睛看到。对，然后我会觉得很多那种时刻是碎片化的，但是它却能够在当下一下子就把我抓到了，我还想再来一次。喝得了啊，岸上楼阁。好美，好美。一代传说，河心的风，风里的歌，歌谣化作碧波渔火。时光温柔的使者，让遥远有了期待。一定要多走出去看看祖国的那些大好河山，你才真正的会爱这个国家，爱这份土地，爱这份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文明。奔向前路，从不停泊。闪耀吧，大运河，蛇年行大运。大家好，我是运河精灵李李。这一站走运团沿着大运河流淌在北京的脉络，体验了水运京城的新活力。从通州出发，追溯漕运历史足迹。这是那燃灯那儿。原来它其实就是这个漕粮进北京呢，这儿是北运河的终点。
其实从金朝开始，这里就是一个离宫别馆。您这应该成为北京什刹海地区的金牌导游啊！走，哥们儿，走了，太一样了。也沿着郭守敬引水入都城的路线，探寻大运河对北京城市格局、人民生活、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它打通了运河最后1公里嘛。对，要是没有它，那么运河的终点呢，就不是在这里了。是的。几处早莺争暖树。哎呀，果然是有高人。在闪耀吧大运河这一趟走运之旅的终点站，走运团还和新朋旧友齐相会，共同开启闪耀记忆的回望篇章。在汇聚运河美食的晚宴上，展望大运河的未来，共同见证一场汇聚四方之美的闪耀盛会。